欢迎收听我们的深入探讨。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蛮新的服饰品牌，叫沙朗黑衣。他们的规划是这样，然后怎么用爱这个概念，在那个很竞争的少女服饰市场里面，找到自己的路。我们手上有两个东西可以看，一个是他们内部的算是蛮详细的企划书了，另一个就是大家在外面像官网啊、社群上看得到的公开资讯。所以这次我们就是要来拆解一下，看看这个沙朗黑衣啊，它的策略是什么，目标客人是谁，还有他想给大家什么样的感觉，那个风格。感觉就是冲着韩系少女风来的嘛。对啊，你是不是也很好奇？一个名字听起来像韩文"我爱你"，然后又充满那种韩剧风的品牌，到底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的商业计划是怎么设计来吸引你的注意？我们赶快来看看。好，那第一个，我觉得最直接的就是它的核心嘛，那个名字、精神还有整个氛围。沙朗黑衣这个名字真的蛮好记的哦，就是韩语沙朗黑我爱你的谐音。光听名字是不是就有一种暖暖的、很亲近的感觉？他们企划书里面写得很清楚哦，就是希望把爱这个比较抽象的东西变成每天可以穿的衣服，让衣服不只是布料，更像是传达爱跟自信的一个东西。对，这个命名策略我觉得很聪明它直接就建立了一个很强的情感连接。那韩系少女风就是他们很清楚的定位嘛，但他们想卖的不只是衣服本身哦，更像是一种他们说是爱与青春的穿搭体验。资料看起来，他们就是很努力想要复制那种你知道韩剧里面甜甜的梦幻的感觉，所以那个品牌调性就是锁定在可爱、浪漫、有活力这几个关键字上。可爱、浪漫、活力。对，然后这个感觉也延伸到他们的品牌精神还有价值，核心价值就是爱、自信、美感。而且这不只是口号哦，你去看他们的视觉设计，就很明显，主色调就是用那个很大胆的粉红色，粉蒙散，很直接。对，然后搭配的 logo， 它带有一种泼墨感。就是不是那种很死板的线条，有点随性带点艺术感的那种墨水晕开的效果，感觉比较有手作温度。泼墨感听起来蛮特别的。对啊，还有一个标志性的图案是一个少女洋装的图腾，然后字体是用那种手写风格的，这些都是在强化那种青春啊、温柔啊、有活力的形象。他们官网也一直说，希望客人穿上衣服之后，会觉得自己是被爱的、被理解的，可以勇敢做自己。听起来整个概念包装得很完整，不过光有概念，好像还不够哈。他们实际上到底要卖什么样的衣服，才能把这个想法穿在身上？这就带到他们的产品策略了。这部分我觉得蛮有趣的，他们把客人切得很细耶，分成4个阶段。有 kids， 就是12岁以下的。Teen 13到18岁，然后Young 19到25岁，还有一个 Chick 是给25岁以上的职场女生。对，这个分龄策略就是他们企划书里的一个重点。那这个策略背后的想法是什么？企划书里面有提到，他们觉得不同年纪穿衣服的需求啊、场合啊都不太一样嘛。比如说 Kids 线，那当然就是强调好玩、童趣，然后布料要安全、舒服嘛。小朋友的衣服很重要。对啊，然后 teen 线就是要抓住学校里流行的感觉，带一点那种甜美又有点个性的混搭风。好像现在国高中生蛮喜欢的。那央线呢，就是为年轻女生设计的，要展现自信跟浪漫感，比较适合约会啊，跟朋友出去玩穿。最后那个 chick 线就比较不一样，是走简约优雅的路线，就是给刚开始上班的女生，要有点专业形象，但又不能太老气，要保有时尚感。所以从可爱到优雅都有。对，但更有趣的是他们的定价策略，完全是跟着这个年龄分的哦。怎么说？你看哦，价格带从 kids 大概是台币290到690，很亲民。然后一路拉高，到了 chick 线就变成1200到4500块了。哇，这个价差蛮大的。对啊，但这不是乱定的，
企划书里面有分析说，不同年纪的消费习惯不一样嘛，像 teenager 可能预算比较有限，钱可能是零用钱呐、或是家里给的，所以他们会喜欢那种可以负担的小资时尚。合理。问是到了 chic 这个阶段的客人，经济上比较独立了，他们可能更看重衣服的质感呐、剪裁呀，还有品牌形象，所以愿意花比较多钱去买一件好一点的单品。所以他们其实是用价格很巧妙的去反映不同人生阶段大家看重的价值跟付钱的能力不太一样。这样听起来是蛮合理的。不过，一个新的品牌一次要照顾4个不同的年龄层，这样资源会不会太分散了啊？他们有提到怎么确保风格还是有一致性吗？这个问题很好。企划书里面有强调，虽然分龄，但所有产品线还是共享几个核心特色。第一个就是他们坚持是韩系设计，团队会一直去看韩国现在流行什么，像蝴蝶结啊、荷叶边啊那种特别的剪裁呀、这些元素会一直出现。抓住韩风就对了。第二个是他们强调要用舒适的面料，毕竟穿得舒服，你才会有自信嘛。这点很重要。对，第三，他们有规划季节性的主打商品，比方说夏天主推那种轻薄透气的小碎花洋装，冬天可能就是保暖又好看的大衣、外扣之类的。他们等于是在试着找到一个平衡点啦，就是风格要一致，都是韩系浪漫，但又要满足不同年龄层的需求。这确实是一个挑战呢。对他们来说，那个库存管理啊，还有行销沟通啊，都要做得很精准才行。了解了。那接下来聊聊他们打算把店开在哪里？市场布局这块，企划书讲到一个，我觉得蛮妙的决定。他们实体店的首选地点竟然是桃园艺文特区，不是台北那些很热闹的地方。对，这点我也觉得蛮有趣的。这背后是有什么考量吗？他们还有做那个 SWOT 分析，那个分析我有看到。分析里面说，优势 strengths 是艺文特区那边的居民普遍消费能力比较高，而且那边的气氛有点文青、悠闲、时尚的感觉，跟他们品牌想要的那种质感、浪漫蛮搭的。但是劣势 weaknesses 也很明显，就是人潮可能没有像传统闹区那么多，而且那边的店租听说也不便宜。对，这个选址决策，确实可以看出他们的一些策略思考。选艺文特区可以说是有点像在赌一个重质不重量的策略。重质不重量。对啊，这在一些想要快速建立利基市场跟比较高端形象的新品牌来说，蛮常见的。它传达出一种，我们很有自信，我们不怕没人潮的感觉。但这也表示他们会非常依赖线上的导流，还有跟在地的店家合作，来把目标客人拉进来。如果这块没做好，那高租金加上相对少的人流，一开始那个现金流压力可能会非常大哦。风险也不小。那机会 opportunities 跟威胁 threats 呢？机会方面，他们看好几点。第一个当然就是韩流在台湾年轻女生里那个接受度非常高嘛。这倒是真的。第二个，他们觉得艺文特区的目标客人可能更喜欢那种有设计感、重视购物体验的消费方式。再来就是社群媒体的力量，特别提到 IG、TikTok 还有小红书那种病毒式传播很强，很适合操作话题。现在行销不能没有社群。对啊，还有跟附近的咖啡厅啊、甜点店啊，甚至是那种艺文表演空间合作，办一些穿大家生活的体验活动，这个潜力也很大。最后一个是他们那个分龄产品线也有机会做到交叉销售，比方说妈妈带女儿可以一起逛、一起买。听起来机会蛮多的。那威胁呢？威胁就比较实际了。一是那个区域可能已经有其他服饰品牌在竞争了嘛。二是就像刚刚说的，这个区域的客人可能眼光比较高，对品质设计、服务的要求会更严格。第三就是整个大环境的压力，特别是来自电商还有快时尚品牌，那种价格竞争很激烈。说到挑战，这里我觉得他们想的蛮细的。企划书里面有预先规划一些应对策略。
比如说，比如说，针对人流比较弱这个问题，他们说打算在周末或者人多的时候，在店里面开直播，直接把线上的粉丝引导到店里来，或者跟附近那些很红的店合作，设计一个什么风格店家打卡路线，让人们逛过来，甚至考虑办小型的周末市集或快闪活动。这听起来蛮积极的，就是要想办法创造人流。对啊，然后面对快时尚那种价格很杀、上新又超快的压力，他们的对策是采取小批快返的生产模式。啊，小批快返，这个我知道，很多设计师品牌会用。意思是他们不会一次做超多一样的衣服，而是少量多款，然后更新速度很快。目标是7到14天就有新货上架。对，这样就可以比较快跟上流行的脚步，也可以降低单一款式卖不掉、库存太多的风险。这对抗像 Zara 或 Shein 那种快时尚大鲸鱼来说，是小品牌必须要有的灵活策略啦。同时他们还会推一些限定款啊，或是组合优惠价来刺激大家买。了解，就是用速度跟独特性来竞争。听起来准备的蛮周全的。那他们到底怎么真正接触到像你这样的潜在客人呢？通路规划这块，他们是用现在很流行的那个 OMO。对 ，OMO Online Merge Offline 虚实整合，对，虚实整合。这个对现代的零售品牌，特别是服饰业，真的越来越重要。它的意思就是，线上的通路跟线下的实体店要能够很顺畅的接在一起。你想想看嘛，你可能在滑 Instagram 的时候看到一件洋装，觉得不错，然后你可能会点去官网看一下评价啊、尺寸细节啊。周末有空，可能就跑到实体店去试穿看看。最后，您可能是在通勤做捷运的时候，采用手机 App 下单买。品牌就必须确保你在每一个接触点，那个体验都是一致的，而且很方便。沙朗黑衣的规划就是照这个想法来的。所以实体店部分，除了刚刚讲的桃园艺文特区，企划书也提到会评估青埔高铁附近。青埔那边也蛮多新社区跟商场的。对，这两个地方的共同点好像都是有不少有消费能力，而且蛮注重生活品质的年轻家庭或通勤上班族。然后店面设计的目标很清楚，就是要弄得很漂亮、很梦幻，变成大家会想去拍照打卡的韩系景点。用实体店创造体验跟话题。线上部分呢，他们会自己架官方网站商城，这个主要就是用来完整呈现品牌形象、发布最新消息，还有管理会员资料。但同时，他们也会去进驻像虾皮呀、Momo 这种大的电商平台。这个目的应该就是为了快速增加曝光，接触到更多不同的客人吧。对，甚至他们还想到更远，有规划做跨境电商，想把品牌卖到韩国、日本、东南亚去。哇，野心不小。而支撑这所有线上线下活动的核心，就是他们有去设计一套所谓的品牌识别系统，就是 CIS 啦。CIS Corporate Identity System。对，你可以把 CIS 想象成一个品牌的 DNA， 它就是要确保这个品牌在所有你看得到、听得到、感觉得到的地方，都像是同一个品牌，形象很一致。CIS 主要有3个层面，第一个是 MI 理念识别 Mind Identity 就是想法。对，就是品牌的灵魂、核心思想。对沙朗黑衣来说，就是我们刚刚一直提到的，用韩系少女风当基础，传达爱、自信、美感，让穿衣服变成一件很快乐又很有力量的事情。就是内在核心。第二层是 VI 视觉识别 Visual Identity 长相。没错，就是品牌的长相。这部分就很具体了，主色调是粉红色，可能搭配一些柔和的白、灰。logo 就是那个有泼墨感笔触的少女洋装图案，还有那个手写风格的韩文字小龙黑符号。所有你看得到的东西，从店面招牌、购物袋、网站界面到社群上的贴文，都要用这些元素，看起来要一样，保持视觉统一性。对，第3层是 BI 行为识别 Behavior Identity 行为举止。就是品牌的行为举止跟沟通方式。比如说，他们要求店员的服务态度要像朋友一样温暖。社群媒体上不能只是单方面发东西，要强调互动。像办什么 OOTD 就是每日穿搭挑战啊，直播互动。
哦，要跟粉丝玩在一起。对，线下可能就会办韩系穿搭日啊、粉红主题快闪店之类的活动，甚至连他们的生产模式、小批快返，还有未来可能用环保材质，这些都被算是 BI 的一部分。目的是要塑造一个有活力、很会互动又有社会责任感的品牌形象。哇，从理念、视觉到行为都规划得这么细啊！那这整个听下来，对你来说，这代表什么？我的感觉是，沙朗黑衣正很努力地在打造一个，非常特定的品牌世界，就是锁定那些喜欢韩风的少女跟年轻女生，用粉红色和浪漫元素把你包围起来。然后根据你的年纪，给你不同价位的选择，而且非常强调那个体验感。不管是走进那个像梦一样的实体店，还是在网络上感受到那种甜甜的氛围，从桃园艺文特区出发，更看得出来，他们一开始就想抓住那些对生活品味有要求，愿意为了风格付钱，而且深受韩流影响的很精准的客人。听起来目标非常明确。对啊，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点更实际的钱的部分，他们的财务蓝图跟对未来的期望。企划书有提到要开这个品牌，一开始的创业资金大概需要台币400万到500万左右。这个数字在开一间有实体店的服饰品牌来说，算是蛮常见的起到资金范围。那这笔钱主要用在哪里啊？主要是几块啦，店面装潢一定要嘛，还有买那些收银机啊、衣架啊、模特儿啊之类的设备，然后是第一批进货的成本。再来很重要是要预留至少3到6个月的营运周转金。周转金就是预备金吗？对，就是用来付房租啊、员工薪水啊、水电费啊，还有初期的行销费用等等。因为新店开张不一定马上就能赚钱嘛，要有预备金存着。了解。那成本跟利润呢？他们有预估吗？有，企划书里面预估，如果把不同产品线的成本跟售价综合起来看，平均的毛利率大概可以维持在50%到55%左右。50%到55%的毛利，这样算高吗？在服饰业里面，算是中等偏上。理论上，如果销售量有达到目标，这个毛利率应该是够他们付掉那些营运成本，还能留下一点利润空间。那他们有没有算说一家店一个月大概要做多少业绩才能打平？他们有算那个单店的损益平衡点，预估大概是落在每个月营收新台币100万到110万左右。哇，100万！对，简单说就是一家店一个月至少要做超过这个业绩，才能开始真正有赚钱。这个是他们一开始营运一定要紧盯的关键数字。听起来初期就要冲到100万月营收，压力也不小哎。那他们对未来有什么具体的成长规划吗？有的，企划书里面有一个3年的成长蓝图。第1年目标就是先把基础打稳，把品牌知名度做出来，培养一些忠实顾客，希望单店的年营收能做到1200万到1500万，至少打平，最好能有点小赚。第1年求稳呢。第2年重点就会放在扩大经营规模，特别是加强电商平台的销售。目标是让线上销售额可以占到总营收的20% 到30%，年营收目标也拉高到2000万到2500万。开始冲刺电商。对，然后到了第3年，他们就考虑更多元化的发展了，可能包括开第2家、第3家分店，或是研究看看能不能开放加盟，甚至可能跟其他品牌出联名商品，或是开发利润更高的自有品牌系列。最终目标是希望年营收可以突破新台币3000万，建立一个稳定而且可以持续获利的商业模式。3年3000万，听起来蛮有企图心的。而且从他们官网上放出来的那个品牌愿景来看，企图心是蛮大的哦。他们不只希望陪台湾的女生从青春期一路长大到进职场，更希望能变成亚洲有代表性的韩系少女服饰品牌。最终目标是想走向国际市场。这当然是非常长远的目标啦，但可以看出他们对这个品牌的期望很高。
好了，这次我们真的蛮仔细的把沙朗黑这个新品牌的整个企划，拆解了一遍。从它那个充满爱的名字到整个粉红色的视觉，然后针对 kids、teen、young、chick 的分龄产品跟定价，还有选桃园艺文特区当起点，结合 OMO 通路跟社群行销，就是要全力打造一个韩系少女的浪漫体验。整个看下来，这确实是一个想得很仔细、规划得很完整的品牌蓝图。的确是，我觉得这个品牌它最核心的尝试，就是要把爱啊、自信啊这种很内在、很抽象的情感价值，直接跟你外面穿的衣服把它连在一起。这就不只是市场区隔或是行销手法了，某种程度上，它是在挖我们穿衣服的时候那个比较深层的心理需求。把情感跟穿搭连接。对，What's fascinating here is，他们等于是把一种情感状态包装成商品在卖。这也引出一个，我觉得蛮值得你思考的有趣问题，就是当你在选今天想穿什么，或者在想要不要买下一件新衣服的时候，情感这个因素，比方说穿上它会不会让你觉得比较快乐、比较有自信，或是让你联想到一种被爱的感觉，这些比较感性的理由，在你最后做决定的时候，到底占了多大的比重呢？这是个好问题。非常感谢你今天花时间跟我们一起深入了解沙朗黑的品牌故事，还有他们的策略。希望这次的内容能带给你一些不同的思考角度哦。那我们下次见。